哎呦，不錯哦，跟着周董捲美股，龍捲風裡捲財富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美股周董的節目。那麼歡迎大家來收看最新的一期視頻。如果你還沉浸在周五美股尾盤的那一波微弱的反彈裡，你認為下周可以繼續高枕無憂的加倉，那麼我建議你這集視頻一定要認真看到最後，因為在華爾街我們常說一句話，散戶看價格，機構看邏輯。在過去的這一周，我們可以看到標普500和納斯達克在經歷了一次極其驚險的高空跳水後，雖然周五我們可以看到它是收回了一部分失定，但是如果你穿透技術圖表去看背後的資金流向，你會發現這是一場極其典型的機構出貨、散戶接盤的流動性交換。上周的市場核心痛點在於什麼？就是現在 AI 的故事講得太滿了，但是宏觀的現實太骨感了。在周四、周五連續出爐的通脹分項數據，像一盆冷水，直接的潑在了那些指望着美聯儲在3月降息的投機者的臉上。今天我們要討論的，並不是下周漲不漲的問題，而是在整個第一季度多頭地基是否動搖的問題。好了，我們現在進入到一個宏觀的拆解，現在的這個通脹到底是不是死灰復燃？那麼美債之矛，我們應該如何去進行判定？我們先來跟大家講一下宏觀。宏觀的話，就是周四公布的初請失業金人數和周五的 PPI 修正值，已經釋放了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，二次通脹的風險正在從預期變成現實。我要告訴你，我周董作為一名受過系統訓練的博主，我必須要從底層邏輯、經濟學的底層邏輯來告訴你，為什麼10年期美債收益率再次站上 4.5%， 是所有科技股的噩夢。在折現模型裡，分母端的利率每上升10個基點，對於像英偉達、Meta 這樣高溢價的成長股來說，其內在估值就會被硬生生剝掉多少？3%到5%。那麼這就意味着，即便這些公司的業績再好，如果利率環境不配合，股價的天花板就會不斷的往下移。同樣，在周末，你可別忘了，周末的消息面同樣非常的不平靜。美聯儲幾位鷹派理事在不同的場合暗示，由於勞動力市場依然具備這種令人不安的韌性，降息的時間窗口很有可能會被無限期的推遲。所以說這個就會導致什麼？有一個關鍵的數據，就是美元指數的強勢回歸。你好好的想一想，當全球流動性開始回流美元避險的時候，當然美股市場的蓄水池就會乾涸。下周我們要面臨的不僅是數據層面的壓力，更是全球資本重新定價風險資產的劇烈陣痛。然後我們現在來給大家好好的聊一下個股的博弈分析。英偉達這邊，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都是有英偉達，但是你可以關注到什麼？英偉達現在是有一個非常大的疲態。英偉達很多人對它是有信仰，但是在周董的頻道，我必須要讓你們幹嘛？一定要客觀，因為英偉達目前從技術圖形來看，它已經出現了一個明顯的什麼雙頂雛形。上周五 Meta 的利好這邊有在撐住，但是你要關注着每一次英偉達的衝高都在被大單精準的壓回。為什麼？因為現在太多的機構在擔心英偉達的資本支出週期已經見頂，所以說為什麼這就是英偉達的股價一直出現着疲態，突破不上去的根本的原因。下周如果英偉達不能幹嘛，要放量要收回到多少？195這個地方的跳空缺口，那麼我告訴你，它下面的跳空的一個下跌空間將會被徹底的打開，下方的一個支撐就是在160附近，
所以英偉達你要不要去做空，我倒是不建議，但是它的這個多頭突破還是需要有一定的動能的。你可以看到它現在的量能一直都不算大。好了，說完了英偉達，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下特斯拉。特斯拉現在一直在找尋着它的底部，那麼對於它現在的走勢，我只能用钝刀子割肉來形容。你可以看到，在上周一整周，它的振幅都是偏窄幅，並有带來轉機，反而更印證了一件非常頭疼的事情。什麼事情？就是多頭的力竭。那麼馬斯克在周末提到的那個所謂的新車型生產線，其實根本就沒有給機構帶來任何的驚喜。我在華爾街從業多年，我是完全知道，像這樣的故事完全就是投資者提不起興趣的，因為現在市場已經聽膩了畫餅。從技術分析來看，特斯拉正在測試一個2年的長期支撐的一個區間。如果說周一、周二，我說的是下周一、周二跌破了這個水平位，跌破了大概在380这個地方的一個水平位，那麼將會引發大量的程序化賣單，那一幕會非常的慘烈。所以說特斯拉要麼就是突破，要麼就是跌破。下周我們看它的這個走勢非常的簡單。再來講一下 AMD 它的角色現在非常的尷尬。在 Meta 選擇了英偉達的權在靈魂之後， AMD 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在高端數據中心市場和老黃分庭抗禮的資格。它現在的每一次反彈都是給你撤離的最後的機會，好嗎？所以說 AMD 基本上我不會來進行任何的考慮，它現在的走勢就是比較的弱。我們再來跟大家說一下有會員朋友問起的什麼，就是這個 MSTR。那麼 MSTR 好的話，它就是在進行一個築底，但是它的這個時期會比較的長，你有耐心你就去入，它翻倍沒有太多的問題，但是就是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翻倍，所以說時間是一個非常大的節點。那麼再來就是我們在上周跟大家有講到的即將翻倍的個股 SNDK， 它漲得比較好，你不要怕它漲得高，像這樣的股票它越高越強，越強走得会越高。 OKLO 和 TEM 就是在築底的一個過程中，需要你有耐心去拿住，你有耐心它就會翻倍，你沒有耐心你就可能会割肉。好了，我們下面進行下周的路徑的推演。那麼我們打開納斯達克這邊的周線圖，你就會發現它這邊的 RSI 的指標其實已經是出現了一個比較長的頂背離，這種背離通常是暴風雨的前兆。下周一市場它像先會消化周末的政策的預期，大概率會是一個低開後的震盪。關鍵在於下周三的非製造業數據，如果該數據依然強勁，那麼美聯儲的加息預期會再次的抬頭。就是我直接結論是什麼？就是下周初會有一波針對周五反彈的回抽的確認，如果確認失敗，周三到周五將開啟第二輪殺跌。那麼我預測標普500指數這邊它有機會去回測，每個地方有機會去回測6700點的一個整數的關口。如果你是一個激進的交易者，在這個位置不要忙活着進行抄底，因為這個時候的盈虧比非常的不划算。要等到什麼時候？一定要等上 VIX 衝上25，達到那個絕望點，只有當散戶徹底的割肉，機構才會重新的入場撿起那些廉價的籌碼。那麼最後呢，我想跟各位認真聊兩句。為什麼我敢給出這些明確的結論？因為投資不是賭博，它是對大概率事件的提前押注。我會從宏觀利率、產業邏輯到籌碼分布，指向一個事實，就是說現在的市場溢價太高，容錯率真的太低。那麼下周操作指南，我給3條建議。第一，縮減籌寸，無論你對 AI 有多大的信仰，請你至少騰出30%的現金倉位。現在暴跌是不是垃圾？它是你撿漏的子彈。第二，關注防守。那麼你關注一些醫療公用事業板塊，利率上升期，這些板塊是真正的避風港。第三，就要嚴格的進行止損，高波動股票進行一個止損，然後呢，不要進行一個硬扛，因為暴漲股它的跌幅往往也是超出你想象的。投資是一场長跑，希望我的頻道不僅能夠帶各位賺錢，更能夠帶你在每一場龍捲風來襲之前，冷靜地找到那扇生還的大門。
如果你認可這樣的深度分析，請你幫我點讚，並且轉發。下周收盤後，我們再來看這張復盤的成績單，好嗎？那麼我們還是那句話，華爾街不相信眼淚，只相信流動性。下周請大家保住本金，我們下期視頻再見。